我们先画这一朵吧，先画这一朵常规型的，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。这个的话，它是一个比较常规型的，这是一位老师的油画，他的油画特别漂亮。我们来先画这一朵包菜型的，先画这个包菜型的。首先，我们还是来分解一下它，分解一下。那这个是这样子哈，它也是一个包菜型的。中间的这个圆，这个包菜型它是可以看到心的，这里是一个花心，这里一个花心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的话，这朵花的话，我们可以分中间的这一部分，我们分为3块去包啊，分为3块去包。那这一块往中间包，这一块也是往里包，这一块往里包哈。这样子，以中间向着心的地方，从边缘向着心的地方去包，然后包完之后，第二步，这是第一步哈，这个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就是把所有伸出来的这种反半全部补齐，补齐了之后，我们的第二层这个花瓣就是往外展哈，往外展，从四面八方往外展，从4个方向往外展。这个包菜型呢就分4步啊，分4步。第一步，把所有的这种包起来的包起，把所有的这个中间的这一块的，从3个方向或者是4个方向，3个方向也可以，4个方向也可以，4个方向你就包多一点。这个3个方向其实它再简单一点，我们就简化一点，从中间包。包了之后，我们把这个伸出来的这个反半补齐。补齐了之后，再补一些外面往外展开的花瓣。好，我们画这个花瓣，画这个花的话，要注意花瓣的大小、颜色的深浅、物象的虚实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一朵的话是一个包菜型的啊，它不是说很包。我们昨天那个完全包起来，我们今天画一朵，它还是露出来的这种包菜型，就是花心有露出来的这种包菜型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用一下颜色，我们用这个用这个黄色吧，黄色。那底色还是这个太白3绿胭脂。胭脂可以少一点哈，颜色不用调的太多，因为黄色它本身就是一种粉状的。然后第二个我们用藤黄，第3个用鹅黄，第4个我们用赭石，或者是赭石再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是颜色。首先我们来调色。好，加一点胭脂。
好，调完底色，底色调成这个纯牛奶状，不要太干了，也不要太稀了。调好之后放在一边备用。藤黄、鹅黄还要一个这个珠标，还要一个珠标。再来赭石，珠标这里加一个珠标，加一个珠标，赭石还有可能会用到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调色。第一步，我们把这个藤黄，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一定要调均匀。怎么样看它调不调的均匀？我们在调的时候，笔要一边调一边转动。调色是很重要的，一定要调均匀啊。我们先调这个第一个颜色藤黄色，把这个笔睡在这个盘子里调。水分不要太大了，如果你一调这个水分掉一盘子，那水分就太大了，你就可以在废纸上把水分沾掉一点，然后水分合适的时候你就继续调，把笔睡在盘子里调，睡在盘子里调，然后这个笔这个颜色才能到这个笔肚上面去啊。然后第一个颜色薄薄的调一层在笔肚上，看到了吗？薄薄的一层在笔肚上，然后我们调第二个颜色。这个鹅黄色，调这个鹅黄，鹅黄每一个颜色都要调久一点，调均匀一点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，颜色调均匀才是你画好这朵花的这个关键点。好，第二个把这个鹅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3的地方，然后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这个珠标。调一点珠标，也可以调一点点这个赭石。刚开始画的时候不调赭石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来示范一下花瓣啊。今天我们画这个常规型的这个包菜型的，它的花瓣都是正反瓣组合。那我们画正反瓣组合，我们通常画一朵花的话，第一个就是画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那这个反瓣的话，我们通常是3笔画完啊。这是一个常规型的，这是我们画的一个常规型的花瓣，它的形状中间一笔肯定是大，这样子推哈，然后两边你轻轻的推一笔，或者是点一笔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花的话，这个花瓣你还可以延伸，你可以加长，那两边都可以加，你可以把花瓣加得更宽。这个无限延伸它没有一定的，就是这个花，自然界的这个花它跟写字不一样，写字多少笔画它已经固定好了，但是我们的花没有办法固定不了，明白吗？你可以无限的去延伸，你可以这边你还可以继续加啊，都可以。所以说我们要画画要自由的，你不要说我教你画什么花瓣，你到时候都画一模一样的花瓣。到时候你画作品的时候你也那样子画，我们要用一个形状演变出无数个形状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所有的这种花瓣都是这个形状。你看这个是侧锋，我们画小写意一般都是用侧锋，我们拿笔可以这样子拿哈，也可以这样子拿，当然这样子拿比较舒服，因为都是用侧锋来画，都是笔这样子推的，推和点这样子推。那所有的这种反瓣这种反瓣哈，可以演变成各种形状的。我们画起来自由一点，不需要说画的太拘谨或者是太圆。来画多一点，侧锋转过来，然后再一笔，一边一笔，一边一笔。你看这一个花瓣都是这样子的花瓣，你可以再延伸、再点、再长都可以哈。然后你这里不行，你再加。你看一个花瓣，你可以演变成多种形状，不同的各种形状来，它可以延伸，可以改变它的形状，改变它的姿态，改变它的方向。
再来画一下侧锋推过来，这边一边一笔，一边一笔。那一边一笔，你可以加大、加长、加大、加长都可以哈。就是你可以延伸，不是说你画3笔就只能3笔，这个花瓣就只能定型了，没有定型，花瓣都可以无限延伸。好，这个是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那我们通常画这个背面的这个反瓣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画这个叠加的这个层次，一层层的，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上画啊。从这个切口这里起笔，转过来。转一下，点一下，然后再转一下，再点一下，这样子画出来这个花瓣才有这种切口，才不会显得那么死板。你这个缺口要有大有小。好，从这个缺口这个地方起笔，好，这样一层层的可以往上叠加，每一层的这种宽度都要不一样。你看。这一层是这么宽，这一层这么小，那你上面这一层还可以更小，或者是更宽，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，要有这种宽窄的这种变化，不要画一朵花画的像鱼鳞一样，太平均了，每一层都是一样大，那么它肯定这个就不好看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的笔上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轻轻的去蘸一下底色。你们知道这个底色的这个深浓度吗？就是你画一下在手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就是这种深度，这个底色调成这样子的浓度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调色，刚刚加了底色之后，继续来调色。先把这个藤黄均匀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一边调，这个笔要一边转动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很多家人说颜色调不均匀，为什么调不均匀？你按照我这样调，你还调不均匀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还是因为你不够细心，调的不够久的原因。你一直问我为什么调不均匀，我把方法都教给你，还是调不均匀，说明你还是粗心了。所以有多少人是粗心的、着急的，就是巴不得马上把这一朵花画好的。画没有捷径，唯一的就是多练，还是刚开始慢下来。一定要慢下来，不要快。我看你们有的时候画的是很快啊，很快，感觉很粗的感觉，没有仔细的画，就是有点粗，有点快。你们现在画一朵花用1个小时是很正常的。谁掌控不好，那还是因为你这个笔上水多了或者是少了，你就调在盘子里就能看得到。如果你调色的时候掉在盘子里，掉一盘子水很多了，说明水分多了。所以你要准备一个废纸，随时的把这个沾掉这个水分，多了你就沾啊，多了你就沾掉，少了你就再蘸一点，慢慢的去尝试。才会知道这个颜色的多少，就要看你慢慢多去调，多去尝试，才能够熟练，熟能生巧，明白吗？只能这样子，没有捷径哈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侧面的花瓣，那正面的花瓣。背面的花瓣是这个手掌，是个背的，然后我们再画侧面的是这一边的哈，这个侧面的。好，侧面的我们可以分3笔来画，还是一样的。你看这个笔还是这样子拿，然后笔还是这样子侧锋。我们画这个小写意都是用的侧锋，我们不像画这个大写意有中锋、侧锋，还有逆锋，还有这个驼锋，还有这个散锋，那是大写意才会有，而且。每一个锋还要展折，可以中锋展到侧锋，又展到逆锋都可以。大写意是要有这种笔法，但是我们这个小写意大部分用的是侧锋啊，好，侧锋下笔，轻轻的转过来一小笔是吧？然后笔尖还是在这条线上，我们这个笔肚再往下睡一点点，然后再转过来一笔，然后笔尖还是在这条线上，往后拖一笔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了，明白吗？掌握了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下这个侧瓣，再看到啊，侧锋下笔，这个转过来、推过来，你推过来、转过来都可以哈。然后还是笔尖还在一条线上，这一笔就要压下去一点，压重一点。这支笔就是
笔尖一点，然后这个大一点，你就把它测得更厉害一点，侧锋就测得更厉害一点。小的你就测得没有那么厉害，就是你这个角度，可能这个小的就是离这个纸面是45度，那这个大的可能离这个纸面可能就是20度、30度，知道吗？都是侧锋。还有后面的这一笔还是在这一条线上往后拉一笔哈。你拉一笔的时候，你拉成怎样的，就看你的笔法要多练啊。你拉的时候要起来哈，拉的时候要这个尖尖才能拉出这个尖尖来。你要不要这样子哈，就拉的放在这里可能就不好看，你可能要拉一笔，你可能要起来，拉一笔要起来。你看你拉成怎样的，要自己好看的，觉得好看的姿势姿态，这个就要多去尝试，多去练。就是每一笔每个笔法都是要靠自己多练，没有捷径的啊。好，我们画一下各种朝向、各种方向的这种。好，我们画一个这个朝向的，还是一样的，都是侧锋啊，轻轻的转过来，然后我们还是沿着这一条线，再按重一点，再转过来。好，这2笔，然后还是沿着这一条线，再来一笔，3笔。你看，我们一样的去画，可以画出不同的这种姿势，还有这种宽窄也不一样。你看你想要宽一点还是想要窄一点？你想要宽一点，你就把这个笔更压得更下一点点。来，再推一笔，推过来，然后再重一点推过来，然后再往后拖一笔。你看这种宽一点的侧瓣，这种侧瓣你可以宽一点，可以窄一点，画法都是一样哈，画法都是一样。那这种侧瓣也有朝下的，有朝下也是一样，推过来一笔，然后沿着这条线上再推一笔。好，我们再沿着这条线再往后拖一笔。那像这种侧瓣，3笔来一个侧瓣，它会有这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缺口，这种没有规则这种缺口，它会显得这个花瓣更加灵动好看。我们不需要把这个要求说把每一个花瓣画的圆乎乎的，如果你把每一个花瓣都画的圆乎乎的，这一幅作品画下来，你就感觉像一朵娇花似的，就是没有灵气，不灵动。那我们再画一下这个小的侧瓣啊，这种小小的侧瓣它其实跟这一样的，就像这个侧瓣是我们这个手臂这样子哈，那再小一点就是更小一点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正瓣多一点。那画这个小侧瓣，我们可以笔尖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还是沿着这一条线，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还是一条线往后拖一点。那这个是一个小的侧瓣，跟这个画法是一样的，带点勾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，然后再拖下去。笔尖不会收尖，就是现在你们看到我这支笔，它是不是？你看这边你看起来是不是很尖的？然后你侧过来，它是不是有一点也是没有很收的哈？也不是说很收尖的。那看到了吗？一边不尖一边尖。你在画的过程中，你画这个瓣的时候，你用尖的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你可以转动转动这个笔尖，可以你画的过程中可以转动它，转到你合适的这种位置、合适的方向去画。可以你慢慢的这样子去转动这个笔，你看一下画完之后，这个毛已经有点扭曲了。然后你刚刚有位家人说这个毛会散开是吧？散开了是因为干了它就散开了呀。
那现在我这个画干了，它也散开了，就是没有水分了，它就会散开，这个很正常的。好，我们呢没有水分的，我们再用这个笔肚，它没有水分的，它就会散开，干了它就会散开，然后轻轻的蘸一下这个底色。好，蘸完底色之后，还是一样，先把这个藤黄把这个藤黄均匀调一层，然后再调这个鹅黄，然后再调这个朱标，笔尖蘸一点赭石，画这个大花瓣，觉得大花瓣很难画吧？那我们示范一下这个大花瓣。其实这个一朵花就是正反瓣，这就是正反瓣还有大花瓣的组合。那画大花瓣怎么不好画？这样子你可以按下去，推一笔，点一笔，然后再推一笔，再点一笔，慢慢去组成吧。这个大花瓣你不要一笔把它画完，你慢慢一笔笔的去组成，它有这种笔触感，还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切口，这样子的花瓣它才生动，才会好看。你看这个笔是不是散开了？毛是不是散开了？看到了吗？画完这个大花瓣，笔上的水分都干了，它就很容易散开。你散开了，就是因为你的笔上的这个水分没有了。好，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。这个大花瓣还可以这样去滚，滚的时候要水分充足。你看这个笔太干了，毛都散开了，都滚不出来了，太干了。滚的时候笔水分一定要充足，才可以滚得到啊。加了底色之后，我们要调色，把这个藤黄，我们画大花瓣的时候，这个第一个颜色要调满整支笔，然后再调第二个颜色，第二个颜色也要调上一些哈。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颜色要调上一些，不要调在笔尖的，不要就在笔的1/2的地方，1/2的地方你这个大花瓣是画不完的。还有这个大花瓣，2笔组成1笔。好，2笔来组成一个大花瓣，一边你要画这种花瓣的时候，要一边大一边小，两边要有所不同，要有区别哈。来，再加一点颜色，我们再来画一个，从这个边缘起画，像这样的花瓣，我们要一边大一边小，这样子组成，这个就是大花瓣。最好不要复笔太多了，不要重复的画太多。好，我们今天花瓣就示范这么多。